往下钩织和连接第二圈的花片，这里我仍然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讲解。这一圈部分花片位置用到了一个新针法中长针，请看我演示。先来钩织第一个花片，钩织方法与第一圈的花片相同，只是部分区域的位置需要空着不钩。这里花片第一圈与之前花片第一圈完全相同，大家将其钩好。注意第一圈钩完后暂不断线。完成后钩第二行，从这一行开始，后面都是不成圈钩织。从起始这一侧一行一行右往左钩织，开始先接线，然后参考图纸钩织，一直钩到最后还剩2针的位置。钩完对应区域，剩余位置不钩织。此时第二行完成。由于这里线头无法连着使用，则需要进行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接着钩第3行，这里使用第一圈的线头钩织，在上一行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上入针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相邻长针针目钩一针短针，后面挑第一圈针法的缝隙钩织长针。往后钩法与完整花片的第3圈相同，大家也可以直接参考图纸对应钩织。钩完这个短针，往下还剩1针，这里需要钩织1针引拔针，并且不需要拉紧，钩完后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第3行完成，接下来钩第4行，在上一行开始短针上接线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，往下分别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，一直钩到上一行最后一个短针位置。钩完最后的短针进行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第4行完成，往下钩第5行，在上一行第1针短针上接线。
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钩织对应的花样。最后的长针钩在边缘短针的位置，然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这样第5行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6行，在上一行起立针的第3针上接线。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。这里也可以在起立针旁边的缝隙接线。后面大家参考图纸钩织。最后一针长针钩在上一行边缘长针上，然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此时第6行完成，接下来钩第7行，在上一行起立针的第3针上接线。然后立1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2针锁针间隔，往下参考图纸钩织。最后的短针钩在上一行边缘的针目上，最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此时第7行完成，最后钩第8行，这一行靠下方这一侧的2个角和1条边需要与第1圈的花片连接，先在上一行起始的锁针洞眼里接线。然后先参考图纸钩织到第1个角的位置前，
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钩织并连接角，先调角的位置钩织3针长针，然后钩1针锁针，接着拿起第1圈的花片，注意花片的正面朝上，然后找到第1个花片的位置。如果找不到第1个花片，也可以在任意一个花片上，注意需要与当前花片最外圈颜色相仿的花片上进行连接。按照之前的方法，调角的动眼连接即可。继续钩完这个角，往下钩织和连接边，连完了边，往下钩织和连接下一个角。完成后，往下剩一部分不需要连接，参考图纸对应钩织即可。最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此时第8行就完成了，同时第2圈花片的第1个花片就讲解完了。继续往下钩织和连接第2个花片，这里前7圈都是完整绕圈钩织，并且与之前完整花片的前7圈完全相同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这7圈完成。接下来钩织第8圈，这一圈有1个角的位置钩织方法与其他角略有不同，并且这个花片需要与前1个花片连接这一条边，然后与下方第1圈的花片连接2个角和1条边。下面开始钩织，先接着之前的线，在线头位置距离较近的角的动眼入针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相邻动眼钩织1针长针，然后与前1个花片进行连接。这里挑前1个花片边缘的长针，钩织引拔针连接，挑其针目入针，完成后回到下方，第2个花片的位置，在同一个动眼钩2针长针，
往后按照边的连接方法继续连接。连完了边的位置，往下钩织和连接下一个角。后面继续按照之前的连接方法，连接一条边和一个角。连接完成后，剩余不需要连接的部分，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对应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边，往下到了开始的角位置，钩织3针锁针，然后调角的锁针大洞，钩织1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，往下断线。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第二个花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后面继续钩织和连接下一个花片。这里第3个花片方法与前一个花片相似，只是结尾的针法稍有不同。前7圈仍然按照之前花片的方法钩织。第8圈开始挑洞眼钩织3针锁针，之后将第1条边钩好，到角的位置时与前一个花片连接，之后连接一条边，然后下方的角与第1圈花片连接，之后继续连接一条边和一个角。完成后剩余继续钩织，一直钩到这个边位置，最后还剩一个洞眼前。往下我演示一下最后这个洞眼的钩织。这里需要挑洞眼，钩织1针长针，接着钩2针中长针，先钩第1针，绕线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中长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绕线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，完成中长针。此时最后一个洞眼的针法就钩织好了。往下继续钩3针锁针，然后在起始的角洞眼钩1针引拔针，不拉紧，最后断线并藏线即可。此时第3个花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剩余花片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则这里我用完成好的小样讲解一下。后面的第4个花片前7圈与之前一样，第8圈开始，在对应角的洞眼将线钩出，之后钩3针锁针，然后往下
开始与前一个花片的这一条边边钩边连。这里开始2针是钩织中长针，之后正常钩织长针并连接。之后下方与第一圈的花片连接2个角和1条边，完成后剩余不连接对应钩织即可。之后的第5个花片与第3个花片完全相同，第6个花片与第1个花片完全相同，只是开始的一侧需要进行连接。之后的第7个花片与第2个花片相同，后面的第8到9个花片与第1圈的花片完全相同，最后一个花片与第5个花片相同，只是这里最后一条边需要与第1个花片的这一侧进行连接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，将这一圈剩余的花片钩织并连接完成。此时第2圈花片就讲解完了，同时身体区域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钩织前后胸片，这里需要分开钩织，先来完成前胸片的钩织。前胸片又分左前胸片和右前胸片，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。按顺序先来钩织右前胸片，这里共有2行花片，先来讲解第1行的花片，我仍然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，先来学习第1个花片的方法。这里花片都是一行一行钩织，第1行起针后立起立针，之后钩织对应数量的长针，完成后不需要引拔连接，直接断线。之后剩余行都在第1行起始的一侧挑对应的位置接线，然后一行一行钩织。第8行时，第1个侧边需要与下方身体对应的花片连接，之后不连接的位置正常钩织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之后讲解第2个花片，方法与第1个花片相似，这里第1圈需要成圈钩织，之后一行一行钩织。第3行时，接线位置在第1圈针法的缝隙里。第8行时，参考图纸，边钩边将对应的边和角进行连接，大家将其钩好。完成后讲解第2行花片，第1个花片没有特殊情况，最后一行时注意对照图纸将对应区域连接完成。第2个花片钩法比较特殊，这里我演示一下。先来钩织第1行，拿起对应的线，这里使用与前一个花片最外侧相反的颜色，然后找到下方第1行花片的第2个花片，在右上方边缘2针之间的缝隙入针接线，然后钩织4针锁针，接着挑第1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1针长针，此时完成一个起针花样。继续钩第2个，先立4针锁针起地，
然后挑第一个花样里的长针针目或者中心的洞眼，钩一针长针。完成后，第二个起针花样就钩好了。后面按照这个花样的方法继续钩织3个起针花样。最后一个花样完成后，与前一个花片上方拐角往里的第2个3针长针下方的缝隙入针，钩一针引拔针连接。注意起针花样不要扭起来。完成后断线。第1行就钩好了，接着钩第2行，在上一行最后一个起针花样的中心洞眼里接线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后面钩2针锁针间隔，往下挑相邻起针花样的锁针洞眼，钩织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间隔，接着挑下一个花样长针的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间隔，再挑同一个花样的锁针洞眼，钩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间隔，接着挑下一个花样的锁针洞眼，钩织3针长针，后面钩3针锁针，同一个位置继续钩3针长针，接着钩一针锁针间隔，然后挑最后一个花样的锁针洞眼，钩织一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，断线。此时第2行完成，接着钩第3行，在上一行第一个短针的位置挑针目接线。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往下需要与第一个花片进行连接。这里在这一侧相对居中的2个3针长针位置，挑中间连接。之后回到第2行，挑相邻锁针洞眼，钩一针短针，2针中长针，
然后与第一个花片3针长针之间的缝隙连接。之后继续调锁针动眼，钩3针长针，完成后连接一次，再挑下一个动眼，钩3针长针，连接一次，后面钩织一个角并连接。之后继续与下方连接一次，再挑最后一个锁针动眼，钩织2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，然后与下方连接一次，最后断线。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即可。此时第2个花片就讲解完了，同时右前胸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讲解左前胸片，同样有2行，第1行的花片没有特殊情况和新针法，大家直接对照图纸钩织并连接好即可。第2行的第1个织片方法特殊，与右前胸片第2行的第2个织片相似，这里我演示一下。先拿起与下方第1个织片最外侧颜色相反的线，这里第1行需要钩织起针花样，同时在下方第1个织片边缘2针的缝隙里接线，然后立4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第1个锁针的2根线，钩1针长针，完成第1个起针花样，后面继续钩织4个起针花样。完成后进行一段线，此时第1行完成。接着在第1个起针花样的里侧调锁针动眼处接线，
然后参考图纸钩织第二行。最后断线，第二行完成，继续钩第三行。在第一行第一个花片边缘往里的2个3针长针之间接线，然后挑上一行的锁针动眼，钩织对应针法。与下方连接一次，往下继续钩织并连接一个角，剩余不连接，对照图纸钩织相应针法即可。完成后断线，第三行完成。同时，第一个花片就讲解完了，后面的第二个花片都是一行一行钩织。最后一行时，部分位置要与第一个花片以及下方第一行的花片连接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。此时，左前胸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后胸片，一共有2行花片，一行有4个花片，这里边缘的2个花片与前胸片边缘花片相似，居中2个花片与身体第一圈完全相同。第二行也是同样的情况，只是这里第二行边缘的2个花片钩织到最后一行的上方时，需要与前片最上方一侧进行连接，其中第一个花片最上方的这个角要与前片的角进行连接，之后边钩边连接边的位置。另一侧钩织最后一行时，起始先与前片对应的边进行连接，到角的位置时，需要同时与前片的角以及前一个花片的角进行连接。这里可以分别调2个动眼，钩织2次引拔针连接，也可以一起入针，钩织1次引拔针连接。之后剩余部分继续边钩边连即可。用到的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
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后胸片钩织完成。此时后胸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领边，沿着领口去绕圈钩织。前胸片的居中位置需要进行减针，用到的新针法有十字短针、短针减针、短针3针并1针，请看我演示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找到后片居中2个花片的位置，在靠右的花片拐角位置旁边3针长针之间的缝隙入针，进行接线，然后立针锁针起立，往下分别挑针目，1对应钩短针，这里可以边钩边藏之前的线头。遇到连接位置，挑连接的大致2根线，入针，钩1针短针，往后继续挑针目1对应钩短针，遇到起立针的位置，就在之前引拔穿入的洞眼入针即可。往下一直钩到这一侧拐角里侧3针长针之间的缝隙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拐角这里不钩织，往下挑前胸片的位置进行钩织，先挑拐角的锁针洞眼，钩织5针长针，之后参考图纸钩织对应的短针，一直钩到图解短针减针位置前。后面遇到针目挑针目，遇到每行边缘就挑边缘1针，或者大致的洞眼入针即可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钩织短针减针，这里挑相邻2个针目入针钩织，先穿入相邻针目，绕线将线钩出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这个是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继续挑下一个针目，穿入，绕线将线钩出，这是第2个短针未完成针，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短针减针。后面继续参考图纸钩织对应的短针。这一侧前片的拐角跳过，往下挑拐角的锁针洞眼，钩织5针长针，
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挑针目紧拔，拉紧。此时大家看一下领口位置，钩完后织物要保持平整，如果不平整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钩织的针数，只要钩完总针数是双数就可以。往下继续钩第二圈，先立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下方短针的位置，钩织一个十字短针，这里挑短针的中间入针，然后钩针在线的上方绕线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一个十字短针。相邻挑针目的后半针入针，这里针目的两根线，靠后的一根就是后半针，对应钩织一针普通短针，钩针在线的下方绕线。之后相邻位置钩织十字短针，这里十字短针都是挑短针的中间入针，然后钩针在上方绕线，完成十字短针。后面继续挑相邻针目的后半针，钩织普通短针，往后按照一针十字短针，一针普通短针交替钩织，注意十字短针的入针位置和绕线方式。普通短针挑针目后半针钩织，往下一直钩到领口短针减针前还剩一针的位置。期间遇到长针位置，挑针目一对应钩短针即可。后面继续交替钩织十字短针，以及挑针目后半针钩织普通短针。这里数一下规律，我这里按规律往下虚钩织十字短针，对应钩织。后面继续往下钩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按顺序需要钩织十字短针，这里由于需要并针，则我们按照十字短针的钩法钩织短针3针并1针，先挑相邻针目入针，然后钩针从上方绕线将线勾出，这是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。再挑后面2个针目，依次钩织短针的未完成针。
1次、2次。此时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短针3针并1针。之后挑后半针，钩织普通的短针。往下继续按顺序交替钩织十字短针和普通短针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拧拔，拉紧，第2圈完成。接着钩第3圈，方法与上一圈相同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。这里下方第1针是十字短针，挑中间，对应钩十字短针。后面是挑后半针钩织的普通短针，同样挑后半针，钩织普通短针。往后继续交替钩织，一直钩到短针3针并1针前还剩1针的位置。钩织过程中遇到在长针上方钩织的短针位置，依然按照之前的针法顺序钩织对应的十字短针和普通短针即可。继续往下钩织。到了对应位置，这里按顺序需要挑后半针钩织普通短针，同样由于这里需要并针，我们按照其方法来钩织短针3针并1针，分别挑3个针目的后半针，依次钩织短针的未完成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短针3针并1针。后面继续对照下方纹理，十字短针就钩十字短针，挑后半针钩织普通短针的位置就挑后半针钩织普通短针。最后结束时挑第1针的针目拧拔即可。后面几圈大家按照前2圈的方法对应钩织。这里并针的位置结合需要钩织的针法，按照其入针方式钩织对应的并针就可以。全部完成后需要断线，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就可以。此时领边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钩织袖边，方法与领边相同，只是这里不需要减针。第1圈沿着袖口位置钩织对应数量的普通短针，之后从第2圈开始，按照1针十字短针、1针挑后半针钩织的普通短针，交替钩织，将对应的圈数钩完即可。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。此时袖口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讲解下摆，沿着身体第1圈花片的这一侧
绕圈钩织。第一圈同样钩织普通的短针，从第二圈开始交替钩织十字短针和挑后半针钩织的普通短针，然后将对应的圈数钩完即可。最后完成后断线并踩线就可以。大家参考图纸，将其完成。此时下摆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背心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